一阵惊恐的叫声，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无数的哭泣声，还有人昏倒在雨水中的倒地声。乱七八糟的声音就顺着五竹的这个动作响起。一把混着污水的煤渣准确地按照4人份分开，准确地命中了那几个顽童的身体。其中一位笑得最大声的顽童的头上直接被砸出血来，一声不吭地昏倒在雨中。街口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后，忽然爆发出了愤怒的吼叫声：傻子打死人了！先前冷漠的京都百姓们在这一刻忽然都变成了急公好义的优秀市民，报官的报官，通知家长的通知家长，还有些中年男人拿出了木棍和拖把，准备将那个犯了浑的白痴打倒在地。都是街坊邻居，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受这么大的苦。那个昏倒在地的孩子的母亲扑到了孩子的身上，大声哭泣着，怨毒地咒骂着五竹。五竹冷漠地看着这一切，依然不明白，如果是游戏的话，那个妇人为什么要哭？如果不是游戏的话，先前为什么他们不阻止这些孩子？自己知道自己不会真的受伤，难道这些人类也知道自己不是正常人？难道先前那些孩子打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不担心我的安全吗？在雨中，沉默的五竹隐隐间学到了一些东西，稍微明白了人类的情感与选择和道理无关，原来是以亲疏和喜恶来划分的。在如今这个世界上，五竹认为和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人应该就是那个叫范闲的年轻人。他最厌恶那座皇宫，所以他不再理会这些像疯了一样的人们，很认真地重新抹平了脸上黑布的皱纹，将手放在腰畔的铁签之上，向着远方的皇宫踏进。有人试图要打死这个白痴、瞎子、疯子，然后便昏倒在了地上，木棍也断成了2截。大雨之中，一身布衣、一顶笠帽的五竹很轻松地走出了京都百姓们愤怒的包围圈，只在身后留下了一地痛呼的人们。五竹没有杀人，不是他不敢杀，而是数十万年来所养成的习惯让他想不到杀，想杀的时候再杀吧。当京都府的衙役赶到了天河道旁的岔路口时，那个打倒了一地百姓的疯子早已不知所踪。看着在雨水中痛呼的一地人，衙役班头稍一查看之后，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暗想这是哪位高手下手如此干净利落？强者怎么会屑于和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过不去呢？衙役班头感到身体有些发寒，不是因为这些百姓的伤势，而是因为那个已经不知所踪的瞎子。如果真如这些百姓所说，那个人是傻子，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傻子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疯子。让这样一个武疯子在京都里乱窜，衙役班头想着就可怕。他第一时间让下属通知京都府衙门，然后紧张地问着旁边的一个人：那个疯子跑哪儿去了？好像是往广场方向去了。那个人颤着声音回答道，咬牙切齿地说：那个人盯了皇宫2天了，只怕有问题。衙役班头不需要再问，也明白这个人是想把那个疯子害死。什么事情牵涉到皇宫，便再也没有活路。不过听说那个武疯子直直地朝着皇宫方向去，衙役班头反而心头感到轻松了一些。毕竟皇宫里高手云集，禁军森严，再厉害的武疯子也只有被打倒在地的份儿。哪怕是传说中的小范大人杀回来了，难道还能闯进皇宫不成？雨一直下，五竹并不知道身后远方街口的百姓想让他死的心情有多么迫切，他也不知道那位衙役班头已经宣判了他的死刑。他只是戴着笠帽，握着铁签，一步一步异常稳定而又干脆地向着皇宫广场行走。在北齐琅琊郡，范闲给他买的新布鞋踏在水中早已湿透，随着每一步的踏行，五竹的脑海中就像是响起了一声鼓，击打着他的心脏，击打着他的灵魂。叶青梅、陈萍萍、范闲，这些看似遥远却又极近的名字不停地响，每一步
他都隐约记起了一些，虽不分明，却格外亲近。比如这座冰冷雨中的皇城，比如这座充满了熟悉味道、满是自己做的玻璃的京都，竟是这样的熟悉。而同样，随着向着皇城广场的第一步接近，五竹心中对这座皇宫的厌恶之情便更深一分。这座巍然屹立于暴雨中的皇城是那样的不可撼动，那样的森严和恶心。京都是故地，皇宫亦是故地，五竹这样想到。在雨中独行就地，偶遇着拦路雨洒满地，路径人寂寞。这枉然的雨途，人懒得去做躲避。拦住五竹去路的是人，不是雨，是雨中一队全身盔甲、肃杀之意十足的禁军士兵。雨水击打在这些庆国军方精锐的盔甲上，啪啪作响，击打在他们肃然的面容上，却激不起丝毫情绪的变化。五竹脸上的情绪更是没有丝毫变化，他的身体依然微微前倾，让头顶的笠帽遮着天上降下的暴雨，脚下更是没有停滞，也没有加快，只是稳定地按照他所习惯的速度，向着广场的正中间行去。五竹想进皇宫看看，所以要经过皇宫的正门，所以要走过这片暴雨中的广场。对于他而言，这是异常简单的逻辑，他根本不在乎有没有人会拦着自己。而他这个异常简单的逻辑，对于负责皇宫安全工作的禁军来说，却显得异常冷漠而大胆。范闲回京的消息，昨天夜里已经从叶府传出，到今日，所有庆国的上层人物都知道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而皇宫则是从昨天夜里便开始了戒严，检查极为严苛，防卫工作更是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层级。哪怕当年京都守备师押解监察院陈老院长回京的那一日，整座皇城的戒备都不如今天森严。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范闲回京是为了什么，他一定会试图再次入宫行刺，而南庆朝廷绝对不会再给这个叛徒第二次机会。禁军的巡查工作比往日更向外延展了1/3的地域。今日晨间一场大雨，湿冷的感觉令所有人都提高了警惕，也感到了阵阵心悸，因为他们不知道范闲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会杀进宫去。天河道岔路口的小风波其实也落在了禁军的眼里，只是负责监察外围安全工作的士兵并没有将一个五疯子的突发事件看得太过重要。然而当这名戴着笠帽、双眼全瞎的五疯子忽然展现了极为惊人的实力，并且开始沉默地向着皇宫行走时，禁军终于发现了一丝诡异。